你相信吗？一罐看似平凡、价格低廉的沙丁鱼罐头，竟然隐藏着让心脏更强壮、骨骼更坚固、记忆更清晰的秘密。许多老年人从年轻时就喜欢吃沙丁鱼罐头，因为它方便又美味。然而，也有人担心罐头食品不健康，觉得里面盐分高、添加剂多，甚至怀疑重金属含量可能对身体有害。那么，老年人经常吃罐头沙丁鱼，究竟是健康的福音，还是隐藏的陷阱呢？今天我们就以科学研究为依据，揭开沙丁鱼罐头的真相。准备好了吗？这个小小铁罐里的秘密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在揭开营养秘密之前，先来一点有趣的背景故事。你可能不知道，罐头食品的发明和拿破仑还有关系。19世纪初，法国皇帝拿破仑为了给远征军队提供耐储存的食物，悬赏征集食物保鲜的方法。于是发明家想出了将食物密封在容器中加热杀菌的妙招，罐头食品就此诞生。沙丁鱼作为一种富饶且易得的小鱼，很快就被大量装进铁罐，成为士兵和百姓的美味储备。沙丁鱼罐头历史悠久，曾经被视为穷人的美食，因为价格便宜却能提供宝贵营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罐沙丁鱼往往是家庭餐桌上的重要蛋白质来源。随着时间推移，沙丁鱼罐头风靡全球，从欧洲的餐桌到亚洲的厨房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这句俗语，形象描述了沙丁鱼在罐头里密密麻麻排列的模样，也反映出沙丁鱼罐头曾经多么常见。然而，这个曾被视作平凡的罐头，如今因为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再度引起关注。曾经廉价朴素的沙丁鱼正摇身一变成为营养界的小英雄。到底这一小罐鱼有多大的能耐？让我们打开罐头，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藏。别看沙丁鱼个头小，罐头也不起眼，其实里面塞满了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可谓是浓缩的营养宝藏。对老年人来说，沙丁鱼罐头提供了许多他们尤为需要的营养。首先，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老年人更需要充足的蛋白质来维护肌肉和组织健康。一小罐沙丁鱼约150克，就能提供约18到23克蛋白质，相当可观。这优质的鱼肉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有助于老年人预防肌肉流失，保持体力和免疫力。更令人惊喜的是，沙丁鱼中大量存在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Omega-3 脂肪酸包括 EPA、DHA， 是对心脑血管极其有益的好脂肪。沙丁鱼属于油脂较多的冷水鱼，每罐沙丁鱼含有约1000毫克左右的 Omega-3 脂肪酸。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1粒高剂量鱼油胶囊的含量。Omega-3 能够帮助降低甘油三酯，减少血液粘稠度，具有抗炎作用，对保护心脏和大脑大有裨益。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适量摄取 Omega-3 能帮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还可能对保持认知功能有帮助。科学家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指出，直接吃沙丁鱼获得的健康益处可能比单纯服用鱼油保健品更好。因为沙丁鱼不光有鱼油，它体内还有其他营养物质协同作用，发挥出食物天然的综合优势。沙丁鱼罐头还自带骨头，而这些软嫩可食的小鱼骨其实是隐藏的宝物。它们富含钙质和维生素 D， 钙是骨骼的主要成分，维生素 D 则帮助身体吸收钙质，强化骨骼。很多老年人缺钙或维 D 不足，导致骨质疏松风险增加。吃下一罐带骨的沙丁鱼，相当于吃下了1/4杯牛奶的钙。营养师指出，一小罐沙丁鱼大约提供老年人每日所需钙质的 25%， 维生素 D 的 20%。这对保护骨骼非常有益。想象一下，小小的沙丁鱼骨进入人体后，为我们自己的骨头补钙加固，预防骨质疏松，何等神奇！除了以上3大营养主角，沙丁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2、硒元素以及铁质等。维生素 B12 有助于神经功能和红细胞生成，老年人常常容易缺乏 B12， 导致记忆力减退或贫血。沙丁鱼是天然的 B12 来源，有助于维持大脑运转和提供能量。微量元素硒则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细胞，对免疫系统也有支持作用。沙丁鱼中的铁有助于防止贫血。
可以说，一罐沙丁鱼几乎涵盖了老年人需要的诸多营养素：高蛋白、好脂肪、钙和维 D、B 族维生素、铁和微量元素。如此全面的营养组合，难怪有人称沙丁鱼罐头是被遗忘的超级食物。当然，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沙丁鱼罐头营养这么好，那是不是每天吃、顿顿吃都行？先别急下结论，我们还得看看沙丁鱼罐头可能存在的隐忧和大众的疑虑。毕竟，再好的食物，如果吃法不当，也可能出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破解关于沙丁鱼罐头的常见迷思，找出事实真相。迷思一：重金属含量高，会中毒吗？提到鱼类，很多人首先担心的是重金属汞，俗称水银含量。大型鱼类如金枪鱼、鲨鱼，因为食物链高、寿命长，体内容易累积汞，对长期大量食用的人可能有健康风险。那么沙丁鱼呢？好消息是，沙丁鱼个头小，生命周期短，位于海洋食物链底层，本身汞含量很低。在各种海产中，沙丁鱼属于低汞安全鱼类。不少权威机构都把沙丁鱼列为建议经常食用的低汞海鱼之一，除非您每天吃极大量，否则不太可能因沙丁鱼罐头摄入过多重金属。有营养专家指出，即使每周吃上3-4罐沙丁鱼也通常无碍，但如果超过每周4次以上就不太建议。这也是出于谨慎考虑，避免任何物质长期累积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适度吃沙丁鱼罐头无需过度担心重金属，反而比起吃一些大型鱼，选择沙丁鱼是更安全明智的获取鱼类营养的方式。迷思二：盐分太高，对血压不好。很多人一听到罐头食品就皱眉头，罐头不是都很咸吗？对身体不好。确实，为了保存和调味，罐头沙丁鱼通常会加入食盐。一罐普通沙丁鱼可能含有约300-400毫克的钠，食盐中的主要成分。对于需要控制盐摄入的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患者来说，这值得注意。过多的钠会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不过，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选择低盐版本或清水浸泡的沙丁鱼罐头。市面上有些品牌推出了无添加盐或低钠的沙丁鱼罐头，钠含量大幅降低。如果买不到低盐款，也可以在食用前用清水冲洗掉沙丁鱼表面的油脂和盐分，能去掉不少钠。再者，我们可以把沙丁鱼和无盐的配料一起搭配，吃稀释总体盐浓度，比如拌在没有另外加盐的蔬菜或主食中。适量是关键。正常情况下，每日摄入的钠不宜超过2000毫克。假如一餐吃半罐沙丁鱼，盐分并不会超标太多。更何况，沙丁鱼罐头提供了丰富营养，只要总体饮食注意清淡平衡，它的好处远远胜过一点点盐的影响。所以，盐分问题不算陷阱，只是提醒我们选择产品和搭配饮食时多留心。迷思三：添加剂、防腐剂会不会很多？罐头食品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加了很多防腐剂才能保存那么久。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部分沙丁鱼罐头并不需要额外添加防腐剂。为什么呢？因为罐头的保存原理是把食物密封后高温杀菌，内部成为无菌真空状态，细菌进不去，食物就不容易变质。所以只要密封不漏气，罐头能长时间保存，而无需化学防腐剂。看一下沙丁鱼罐头的配料表就知道，通常只有沙丁鱼、食用油、清水、食盐、调味款，可能额外有番茄酱、辣椒等天然调料。高品质的沙丁鱼罐头其实很纯，并不像想象中充满人工添加剂。当然，不排除有些口味特殊的罐头会放少量添加剂来增强风味或颜色，但总体而言，沙丁鱼罐头属于加工程度相对简单的食品。和香肠、火腿等加工肉类相比，它几乎没有亚硝酸盐、防腐剂等担忧，所以担心罐头等于添加剂的观念可以放下。选购时认准正规厂家品牌，基本可以放心其安全性。除了以上几点，有些人还问，罐头长时间储存会不会营养流失呢？确实，加热和储藏可能让沙丁鱼的一部分热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1 有所损失。但好在沙丁鱼本身富含的主要营养如蛋白质、脂肪、
矿物质在灌藏过程中依然稳定存在，尤其像欧米伽3脂肪酸、钙、铁这些，在罐头里并不会凭空消失，所以罐头沙丁鱼依然是营养密集的食品，不用担心吃到的是空壳营养。总之，只要我们合理选择和食用，沙丁鱼罐头并没有想象中可怕的隐患，相反，它有潜力成为老年人饮食中经济实惠又营养丰富的一部分。既然沙丁鱼罐头的主要疑虑已经一一化解，那么它对老年人的健康到底具体有哪些好处呢？下面我们从老年人关心的几大健康问题入手，看看沙丁鱼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一、心血管健康，养护新战友。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健康的一大威胁，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问题让人担忧。沙丁鱼可以说是心脏的友好战友。首先，沙丁鱼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是公认的护心法宝。Omega-3 能降低甘油三酯水平，帮助提高好胆固醇 HDL， 还可以减少血管炎症。这意味着经常适量摄入 Omega-3 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风险。有大型研究覆盖几十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每周吃2次富含 Omega-3 的鱼类，总量约175克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复发率都明显低于很少吃鱼的人群。对于已经有心血管风险的老年人来说，沙丁鱼提供的不饱和脂肪有助于稳定心率，降低血压。沙丁鱼中的钾元素也有助于平稳血压，当然含量相对不是特别高，但聊胜于无。而且沙丁鱼脂肪中的 EPA 成分可以减轻血液凝固倾向，预防血栓。这些作用综合起来，对心脏和血管形成一套保护网。可以说，一罐沙丁鱼就是一份送给心脏的礼物。相比之下，那些饱和脂肪高的红肉或加工食品对心脏不太友好，老年人完全可以用沙丁鱼替代部分红肉来改善心血管健康。2、脑部功能 DHA 滋养大脑。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很多人会回答，怕糊涂、记忆力变差，甚至患上老年痴呆。大脑健康关系到生活质量，而沙丁鱼恰恰富含对大脑有益的营养。我们提到的 Omega-3 脂肪酸里有一种核心成分 DHA， 它是大脑灰质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充足的 DHA 有助于维持脑细胞膜的弹性和功能，促进神经信号的传递。研究发现Omega-3 摄入充足的老年人，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往往更好，患阿尔茨海默症等认知退化疾病的风险也较低。沙丁鱼中的 DHA 和 EPA 组合能够减少大脑炎症，支持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另外，沙丁鱼提供的维生素 B12 对神经系统也不可或缺，缺 B12 可能导致记忆混乱、周围神经问题，而沙丁鱼正好能补充这一点。还有一种常被忽视的营养，胆碱，对记忆力也很重要。沙丁鱼中也含有少量胆碱。总而言之，把沙丁鱼请上餐桌，相当于给大脑加了一层保护膜，长期来看，有助于保持头脑灵活。不少营养师甚至打趣说，与其买昂贵的记忆力保健品，不如每周吃2次沙丁鱼，经济又有效。当然，这并不是说吃了沙丁鱼就不会健忘了，但至少它为大脑提供了优质的养分，让我们在对抗记忆流失的战役中多一分胜算。3、骨骼与关节，钙营养师和抗炎帮手。人上了年纪，骨头也开始脆起来，骨质疏松、关节疼痛是常见困扰。沙丁鱼在这方面同样大有用武之地。前面提到，沙丁鱼小鱼骨富含钙和维生素 D， 这对预防骨质疏松非常关键。钙就像建楼的砖头，而维 D 像泥水匠，帮助把钙正确糊在骨头上。老年人经常摄入含钙维 D 的食物，有助于减缓骨密度流失。沙丁鱼可谓天然的钙片加维 D 油2合1套餐。经常吃沙丁鱼的人骨头更强健，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研究支持。另外，沙丁鱼提供的 Omega-3 还有抗炎作用，这对于关节健康也是福音。关节炎、风湿等问题都和炎症有关，而 Omega-3 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可能缓解关节疼痛。可以说，沙丁鱼既给骨头补充了原料，又帮关节灭了些小火，难怪有营养专家推荐中老年人尤其要把沙丁鱼纳入饮食来守护骨骼关节的健康。除了心、脑、骨这3大件，
沙丁鱼对老年人的其他健康方面也是锦上添花，比如血糖代谢。有趣的一项试验显示，老年糖尿病前期的人每周吃2次沙丁鱼，坚持1年后，发展成2型糖尿病的比例显著低于不吃沙丁鱼的人。同组人还发现 HDL 好胆固醇上升，甘油三酯和血压下降，这暗示沙丁鱼丰富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有助于稳定血糖和代谢，预防糖尿病。再比如视力和免疫 ，Omega-3 对视网膜有益，维生素 D 和硒元素则支持免疫功能。老年人适量摄取沙丁鱼，有助于维护视力和提高抵抗力。当然，沙丁鱼不是药，不能治病，但作为日常膳食的一部分，它确实能在多个方面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良好状态。听了这么多优点，您可能跃跃欲试，准备每天都来一罐沙丁鱼了。但是再好的东西也要讲究适量和平衡。对于老年人来说，吃沙丁鱼罐头有哪些建议和注意事项呢？每周吃多少合适？一般营养学家建议每周吃鱼2到3次，包括沙丁鱼等富含 Omega-3 的鱼类。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每周吃1到2罐沙丁鱼是很好的选择。如果特别喜欢，最多1周吃到3罐也问题不大，但不建议每天都吃。虽然沙丁鱼营养丰富，但天天吃同一种食物可能导致饮食单一，无法从其他食物获得均衡营养。而且正如之前讨论的，每周过于频繁地吃同一种鱼，例如超过4次以上也没有必要。毕竟均衡饮食讲求多样化，所以掌握一个度，一周几次，每次1罐或半罐，作为正餐中的配菜或加餐即可。选择优质产品，减少不必要的摄入。购买沙丁鱼罐头时，注意看营养成分标签，尽量选择低钠或者水浸及清水装填的沙丁鱼罐头，油浸的也可以，但要看所用的油。如果是橄榄油，相对更健康。避免那些配料表里加了很多糖浆、过多调味酱的产品，那些可能含隐形糖分或盐分。好的沙丁鱼罐头其实就几种简单原料，让你吃到的几乎全是沙丁鱼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如果您对罐头的包装安全有顾虑，可以选择信誉好的品牌或有无 BPA、双酚 A、衬里的罐头，以降低包装材料有害物质迁移的可能性。总之，选对产品，沙丁鱼的利就能最大化，弊端最小化，搭配其他食物，营养更全面。沙丁鱼罐头别看小，营养倒是齐全，但单吃未免口味单一。为了让饮食更丰富且健康，我们可以把沙丁鱼和各种食材搭配起来，一方面可以中和罐头中的盐分和油脂，另一方面获得其他营养。一些简单又美味的搭配方式，比如将沙丁鱼拌入新鲜的蔬菜沙拉，加一点柠檬汁和胡椒，这样既有蔬菜的纤维和维生素，又利用柠檬的酸味去除鱼腥，提升风味。或者把沙丁鱼铺在全麦面包上，配一碗清淡的蔬菜汤，就是一顿快捷营养的午餐。喜欢中式口味的长者，可以尝试把沙丁鱼和番茄一起加热炖一炖，做成番茄沙丁鱼汤汁拌饭，或者将沙丁鱼剁碎和豆腐拌在一起蒸，做成别具风味的沙丁鱼蒸蛋或沙丁鱼豆腐，软嫩适口又增加蛋白质。甚至早餐时可以把沙丁鱼和粥或者面条搭配，既提高营养又增加风味。关键原则是，沙丁鱼作为高蛋白主菜，旁边最好搭配富含纤维的蔬菜和适量碳水化合物，这样一餐营养更均衡，也不会摄入过多盐分。通过巧妙搭配，沙丁鱼罐头可以融入一日三餐的不同场景，让饮食既有变化又健康加分。注意特殊情况和误区，尽管沙丁鱼对大多数人有益，但也有例外需要留意。如果您或家人有痛风、高尿酸的问题，就要谨慎吃沙丁鱼。沙丁鱼属于高嘌呤食物，每100克沙丁鱼含约210毫克嘌呤，会在体内代谢为尿酸。痛风患者如果大量食用，可能诱发关节疼痛发作，所以痛风人群最好避免或严格控制沙丁鱼的摄入，至少要听从医生或营养师的饮食建议，不要自行大量食用。同样的道理，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医生有时也会限制蛋白质和矿物质的摄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根据专业指导决定能否吃沙丁鱼。还有就是鱼类过敏的人群，显然也不能碰沙丁鱼罐头。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对于绝大多数老年朋友来说，沙丁鱼罐头没有什么不能吃的禁忌，
反而有时候误区来自于大家对罐头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罐头都是垃圾食品而拒绝它。实际上，如前所述，沙丁鱼罐头营养密度高，又方便储存和食用，对于食欲不佳或烹饪不便的长者来说，是极好的健康食材选择之一。所以，与其因为误解错过它，不如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把沙丁鱼的价值充分利用起来。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老年人吃罐头沙丁鱼到底是健康的救星，还是危险的陷阱？现在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对于大部分老年人而言，沙丁鱼罐头更像是健康的守护者，是物美价廉的营养盟友。它富含老年人需要的蛋白质、Omega-3、钙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在心血管、大脑和骨骼等多方面带来益处。科学研究和营养专家的意见都支持适量食用沙丁鱼有益健康，而那些令人担心的盐分、重金属等问题，只要我们选对产品，注意适量，其实完全可控，不足以抹杀沙丁鱼的种种好处。当然，是药三分毒，我们不会神化任何食物。沙丁鱼罐头再好，也需要搭配均衡的饮食一起发挥作用。如果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天天吃大量沙丁鱼就能包治百病，那也是误区。健康饮食讲求多样化，沙丁鱼可以经常吃，但不等于只能吃这一样。只要遵循适度原则，沙丁鱼罐头会是您餐桌上一位可靠的老朋友。最后，不妨留给大家一个有趣的小结尾。曾经有人戏称，长寿老人家的厨房里几乎都有沙丁鱼罐头。这句话或许夸张，却道出了沙丁鱼在养生界日渐受到重视的事实。对于想要健康长寿的老年朋友来说，与其把沙丁鱼罐头视作洪水猛兽，不如张开怀抱去接受它。下次打开沙丁鱼罐头时，您可以安心又开心地品尝，因为您知道自己吃下的不是普通的鱼，而是一罐满载科学与营养的健康礼物。沙丁鱼罐头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答案已经揭示，它是老年健康的天使。只要我们善加利用，那么您准备好重新认识这位小小营养英雄了吗？让沙丁鱼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吧。